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理解生命这回事儿的？这不光是生物学的事儿，其实跟你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自己都很有关系。对，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借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的眼睛，主要是通过他的那本很有名的书《生命的逻辑》，还有一些相关的分析文章，来做一次思想上的探索吧。一次思想的考古。雅各布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对，考古。我们手头这些资料啊，主要就是讲雅各布怎么看过去几百年里生物学思想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我们的目标呢，不是简单的告诉你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不是知识点的罗列。对，更重要的是想追踪一下，就是人类看生命的那个目光，或者说凝视吧，英文叫 gaze， 它是怎么变的，以及这种看法的变化又怎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对秩序呀、时间呐，甚至存在意义这些大问题的理解。是的，它重塑了很多基本观念。所以这更像是在聊一部关于思想框架本身是怎么演变的历史。没看。雅各布这个人，他不仅是个顶尖的科学家，做出了具体的发现，他更像是个科学思想的考古学家，能把背后的逻辑挖出来。对，他既是参与者，又是反思者。好了，那咱们就准备开始吧，一起解剖一下这部可以说是思想诗事了。好，那么我们先从雅各布的一个核心观点说起吧。他好像认为科学发展不是一条直线往前冲那么简单。不是我们通常想的那种线性进步。对，更像是不同时代的人呢，都被困在某种他称为思想的囚笼或者可能性的空间里。是的，这个比喻很形象。在这个笼子里呢，你就只能看到和思考某些特定的问题，其他的你就想不到也看不到。没错，你的认知框架限制了你能问出的问题和能接受的答案。然后他就把生物学思想史划分成了几个关键阶段，核心就是这个凝视的对象，也就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在不断变化。这个过程您能帮我们大概梳理一下吗？抓住那个主线。当然可以。雅各布描绘的这个图景啊，确实挺壮阔的。他展示了生物学家的目光，怎么说呢？就是一层一层往里钻，焦点不断的移动。大概可以这么分几个阶段来看。最早期大概是16到18世纪吧，那时候的重点是宏观的、肉眼能看到的结构。你想想那个时候，主要任务就是分类、命名。像林奈搞的那个分类系统。对，就是林奈那种，根据外在形态，把花鸟鱼虫各种东西都安排在一个静态的自然之梯上。大家觉得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固定的秩序。那时候主要是看外表，给东西排排坐。是的，核心就是外部形态、可见的结构，而且认为它是永远不变的。甚至还有一种想法，就是通过相似性来理解功能。这怎么说？比如说，有些文献提到，当时人们觉得有的植物长得像肝脏，那它就应该能治肝病。哈哈，这个有点意思，以形补形那种思路。对，就是这种基于外在相似性的联想。所以那个时代核心就是外在、可见、静态秩序。明白了。那后来呢？后来到了19世纪，情况就变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是显微镜。能看到更小的东西了。对，所以目光就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的内基质。生命不再仅仅是外壳，而被看成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像一个在不停运作的工厂。细胞工厂这个说法很形象。是的，新陈代谢啊，这些内在的活动成了关注点。更关键的是，达尔文来了。进化论。对，进化论。他给这座工厂引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历史和时间。生命不再是静态的标本了，而是不断演化的产物，有它自己的历史。这就从看外面转向看里面，而且还加上了时间这条线，这个变化很大，非常大。然后呢，到了20世纪上半叶，焦点又往下沉了，更深了。对，深入到了细胞核里面，关注抽象的基因。那时候
大家其实还不知道基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还不清楚。是个黑箱。可以这么说，是个功能上的概念，一个遗传因子。但是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已经可以用数学来精确地描述它的传递规律了。哎，豌豆实验那个。对，所以生命科学就开始关注信息传递和概率这些更抽象的东西了，变得更加量化。听起来越来越像我们今天熟悉的生物学了。那最后一步，也就是雅各布他们那个时代。对，最后就是20世纪下半叶，这也是雅各布和莫诺他们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可以说是信息的时代。信息时代，关键突破是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下子就把那个抽象的基因给具象化了，找到了它的物质载体，就是 DNA 分子。这绝对是里程碑。是的，然后生命的秘密最终就被理解成了一种遗传程序。Genetic program， 程序像电脑程序那样。这个比喻非常核心。雅各布和莫诺发现的那个操纵子模型，就是解释基因表达是怎么被精确调控的，就像程序里的指令被读取和执行一样。哦，就是说细胞能像计算机一样读懂 DNA 里的指令，然后去执行，是吧？对，非常精准的比喻。他们揭示了基因如何像开关一样，被细胞内的信号打开或关闭，从而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是一种精密的调控机制。哇！所以你看，生命的奥秘，它的本质关注点就从以前的物质形态、能量流动，最终转向了信息，以及如何存储、传递和执行这些信息。这个转变过程真是太深刻了，从能看见的结构到看不见的细胞工厂，再到抽象的基因符号，最后到数字化的遗传程序。那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这个转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个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世界，比如说鸟儿飞翔、花儿开放，它背后更根本的那个实在、那个驱动力，其实是由我们摸不着也看不见的抽象代码和规则控制的。对，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推论。这感觉有点像我们现在生活的数字时代，对吧？我们看到的手机屏幕、网页界面，背后都是一行行的代码在跑，我们是看不到那些代码的。这个类比打得非常好，可以说直击要害。雅各布的思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我们对实在的直观感受。就像你说的，那只鸟能扇动翅膀飞起来，这是个可见现象，但其根本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它基因里编码的蛋白质序列，以及这些基因如何被调控表达，这些是不可见的规则和程序。所以看着见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在主导。雅各布认为这不仅仅是个类比，他强调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认识论框架，或者说是那个思想囚笼。这个框架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能看见什么，能构想什么样的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能看见遗传程序，也是因为我们正好活在一个信息概念这么重要的时代。正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对计算机、信息、算法如此熟悉，这使得遗传程序这个比喻显得特别自然和有说服力。但换一个时代，可能人们会用当时最核心的概念去理解生命。明白了，我们总是透过自己时代的那个透镜去看待生命，去看待世界。对，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烙印。好，那我们接着深入聊聊这个遗传程序的概念。雅各布觉得这个概念很厉害，超越了过去那种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老争论。他认为这提供了一个新的整合框架。但这个比喻本身虽然强大，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让人不太舒服或者说困惑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有力，但又有点怎么说呢，冷冰冰的。的确是这样，程序这个隐喻，它一方面非常清晰，解释力很强，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在哲学层面上引发了一些让人不安或者需要深思的问题。比如呢？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关于自由的空间问题啊，对，自由意志。如果生命，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本质上是在执行一个预先编写好的基因程序，那我们平时老挂在嘴边的自由意志，它存在的空间还有多大？还有像萨特他们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塑造我们自己是谁。但如果本质，也就是基因程序是预说好的，那我们的存在会不会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个本质或者说纲领按部不沾的展开而已？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在做选择，但这个比喻好像在暗示很多东西是早就写好的脚本。对，
它似乎带来一种强烈的预定论色彩，至少是生物层面上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这个生物给我们设定的脚本，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值得思考。那还有其他的困惑吗？其次呢，就是我们跟人工智能 AI 的界限问题。这个更现实了。对啊，我们现在创造的 AI，它的核心不就是程序和算法吗？如果说人类生命的底层逻辑，或者说核心机制也是一种程序，那我们和那些越来越聪明的机器根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难道只是复杂程度不同，或者说我们是碳基的，他们是硅基的，这个硬件不同？但如果本质在于软件，也就是那个程序逻辑，那硬件的区别似乎就不是那么根本性了，对吧？所以程序这个隐喻，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人和机器之间的那条线给模糊掉了？问题在今天尤其尖锐啊，随着 AI 越来越强大。那第三点呢？第三点可以称为祛魅的代价。祛魅就是去掉神秘感。对，生命这个词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甚至带有一种神圣感。现在，当它能够被遗传程序这样一个相对冷静、科学的隐喻来解释之后，我们确实理解得更深了。没错，我们无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但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同样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对于生命那种极端复杂性、偶然性、不可预测性的一种敬畏感，或者说那种把生命看作是一首诗篇，而不仅仅是一段代码的感受。这个我理解。就是说，科学解释带来了清晰，但也有可能让世界显得不那么丰富多彩，或者说神秘了。可能有这个意味，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得失权衡。我们得到了逻辑上的清晰，但可能失去了一些感性上的，或者说审美上的维度。是的，这就迫使我们去思考，生命的价值是不是能够完全被它的运行逻辑所概括和涵盖。这可能已经超出了纯粹科学的范畴了，但雅克布的书确实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没错，它打开了这些思考空间。好，那我们稍微换个角度来谈谈雅各布的另一个核心洞见，就是把进化比作修补 （bricolage tinkering）。这个说法跟我们平时想的那种进化是为了达到最优设计的工程师形象很不一样啊。对，完全不一样。这也是雅各布思想里非常精彩的一个比喻。进化是个修补匠。修补匠？是的，他强调进化是非常机会主义的，他不会像一个工程师那样从零开始，拿张蓝图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出来。那他怎么做呢？他更像是我们家里那个修修补补的师傅，手头有什么零件就用什么零件。他利用的是现成的旧的东西，比如已经存在的基因、生物结构，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些笨拙但有效的修补、改造、重新组合，甚至挪用，赋予它们新的功能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需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我们修东西，可能找不到完全匹配的零件，就拿个差不多的改改，能用就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进化的目的不是追求理论上的完美，而是够用就好，能解决问题就行。听起来很实用主义。非常实用主义，而且是短视的，只看眼前能不能应付过去。所以生物世界里才充满了各种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甚至有点奇怪，但却是行之有效的设计。能举个例子吗？这种不完美的设计？最经典的例子可能就是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了。视网膜有什么问题？我们的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它的感光部分是朝向后面的，而神经纤维和血管反而分布在前面，挡在光线进入的路径上。这不就等于把线路装反了吗？光进来还要先穿过一堆电线才能到sensor。没错，从光学设计的角度看，这绝对不是最优方案，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设计。它导致了我们视野里有个盲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典型的进化修补留下的痕迹。很可能是因为早期脊椎动物的视网膜就是这么偶然形成的，后来虽然不够理想，但它能用，而且在后续的进化中要彻底重新设计整个结构太困难了，或者说没有足够强的选择压力去促成这种彻底的改变，所以就在这个装反了的基础上继续修修补补，用到现在。原来如此，这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妥协。
对，是历史的包袱，也是修补的结果。那这个修补这样的观点，它对我们理解自身的存在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呢？我感觉这个比喻好像不那么，让人觉得自豪。它的冲击确实是多方面的，可能不那么令人振奋，不像说我们是精心设计的杰作那么好听，但它非常深刻，也可能更接近真相。首先，它迫使我们彻底告别那种完美造物主的幻想，不管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还是某种智慧设计者，对，都对不上号了。这个修补匠的形象跟一个全知全能、有远见、追求完美的工程师形象是完全矛盾的。我们的造物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更像是一个盲目的、只顾眼前的工匠，他不在乎设计是否优雅，甚至有点懒惰，能凑合就凑合，只要能用就行。这确实需要一种认知上的大转变，要放弃对自然界存在某种完美目的或者蓝图的期待。是的，他要求我们接受一个没有预设终极目的、充满了偶然和妥协的自然过程。那其次呢？其次，它促使我们更坦然地去拥抱不完美和偶然性。怎么说？既然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生物世界都是这种修修补补的产物，那么我们自身和世界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冗余、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就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它们是历史进程留下的印记。所以我们不必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过分焦虑。或许是这样，这可能让我们能更坦然地接受，比如说生老病死这些自然现象，我们认知上的局限，甚至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可以理解它们是生命漫长修补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需要被彻底根除的错误或者 bug。这么想的话，这个观点反而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安慰，就是让我们不必苛求自己和世界都达到某种理想化的完美状态。有可能，它提供了一种更现实的视角。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有点像尼采哲学里说的那个 amor fati， 也就是爱你的命运。爱命运，这怎么连接起来？你看，amor fati 是说要拥抱和热爱生命中发生的一切，无论好坏，因为那就是你的命运，是你所以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在生物学上，我们是否也应该热爱这个由无数次偶然的修补和妥协造就的，充满了各种缺陷和历史遗留问题，但又独一无二的肉身呢？就是拥抱这个现实的、不完美的、偶然形成的自我。对，拥抱这个具体的、有历史的、修修补补出来的造物，而不是总是去幻想或者追求某种抽象的、完美的、理想化的状态。这可能是一种更接地气也更强大的生命态度。我明白了，从期待完美设计到接受修修补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转变，可能也更符合我们体验到的现实。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雅各布书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生物学是如何，而且是很艰难的，才把时间这个维度，也就是历史、发展、不可逆的演化，整合到它的理论框架里来的。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生命体的方式。在整合时间之前是怎么看的？在整合时间维度，特别是进化论被广泛接受之前，尤其是在更早期的博物学时代，人们更倾向于把生物看作是静态的标本。就像博物馆里那些不会动的标本。对，主要的工作就是描述、分类、命名，把它们放在一个固定的体系里，好像它们从古至今就是这个样子，未来也不会变，一种永恒不变的感觉。是的，但是后来进化论、胚胎学、古生物学等等学科的发展，就强迫生物学必须严肃地面对生命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生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发展，在演化，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如果没有时间维度，就像我们只看一张张静止的照片，而不是在看一部连续的纪录片，对吧？这个比喻非常好，说得太对了。
整合了时间，就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它的身体里承载着从几十亿年前最早的生命形式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全部进化历史。它是一个活化石。哇，活化石这个说法很有冲击力。每个细胞、每个基因都记录着过去的故事，就彻底摆脱了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我们是不是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活在此时此刻的个体了？对，这为理解自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宏大，也非常不同的视角。怎么说？一方面，它让我们认识到，我其实是历史的一个载体。历史的载体。平常我们说自我，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我个人的经历、记忆、意识。但从生命逻辑的角度看，我的存在远远不止那些。我的存在是整个人类演化史，甚至是整个生命演化史的一个临时的终点站，同时也是一个传递者。我的基因序列里有来自远古细菌的片段，我的身体结构保留着早期鱼类、爬行类、哺乳动物的特征，甚至我的一些本能反应、情绪模式，都可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修补和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不仅仅是我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史，而是浓缩了几十亿年的生命史。可以这么理解，我是那个极其古老、从未中断的生命故事的最新一个章节。这个想法本身就挺震撼的。确实，他把小我一下子就融入到了一个无比宏大的生命史诗里面去了。对，另外一方面，这种视觉或许也能提供一个面对死亡恐惧的新思路。怎么讲？个体生命的短暂和必将终结是人类普遍焦虑的一个来源。像恩斯的贝克尔在他的书里就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这个个体只是那个古老的生命纲领，或者说遗传信息流的一个暂时的承载者和传递者，那么个体的消失就不再意味着绝对的终结了。构成我的那个经历了亿万年修修补补、不断延续下来的信息流，或者说那个程序，它会通过繁殖，如果可能的话，继续传递下去，开始新的旅程。所以，重点不在于个体是否永生，而在于那个生命信息本身是否得以延续。雅各布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每个细胞的梦想是变成2个细胞，而繁殖是生命最根本的梦想或者说驱动力。从这个角度看，个体死亡更像是生命这条长河中一个浪花的起落和消散，但河流本身还在继续向前奔腾。这是一种非常去个体中心化的视角啊，把生命的焦点从个体短暂的存在转移到了跨越时间的信息的延续性上。可以这么说，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生死的宏大叙事。如果把您刚才讲的这几点总结一下，感觉雅各布好像在讲述一个层层递进的宏大去中心化的故事。这么说，您看，生命的中心先是从可见的宏观的整体，转移到了不可见的微观的细胞和分子程序。从外到内，从可见到不可见。然后，创造的中心又从一个智慧的、有目的的工程师或者造物主，转移到了一个盲目的机会主义的、只会修修补补的工匠。对，从设计到修补。最后，连人的中心似乎也从一个拥有独特灵魂、自由意志的主体，转移到了一个承载着古老代码、充满了历史偶然性的生物载体。这个总结很到位，确实贯穿着一条去中心化的线索，挑战了很多以人类或个体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好了，我们今天跟着雅各布这位思想的考古学家，进行了一次穿越几百年思想史的探索。看到了人类理解生命的那个目光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从看到的东西到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可见到不可见，从静态到动态，从设计到修补，这真是一场智力上的冒险。的确是，我们回顾和探讨了几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比如那个流转的凝视是如何塑造了不同时代的科学认知范围，还要作为核心隐喻，但也带来了新的哲学困境的遗传程序，以及把进化理解为一个机会主义的修补匠，而不是完美设计师。
最后是将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整合进生命理解的极端重要性。雅各布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学史，更是一部深刻的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反思录。它提醒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不仅仅是事实的累积，更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框架、基本隐喻的变革式。雅各布的叙事最终是集中在了信息程序这个概念的胜利上，这好像是当时生物学革命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他那种思想考古的方法论，是不是也在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和反思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思想囚笼呢？问得非常好，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被信息、计算、算法这些概念构成的框架给深深地影响着，甚至可能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我觉得这完全可能，而且这正是雅各布思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这也引出了我们最后想留给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你看，雅各布把生物进化描述为充满偶然性的修补匠的工作，是在已有的不完美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凑合着用。但我们看看现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这个领域，我们的主流思路是不是更像是在扮演一个工程师的角色？怎么说？我们试图通过海量的计算、精密的算法设计、大规模的数体投喂，想要一步到位的，或者说通过优化去设计和创造出完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确实很多研究是这个思路，追求最优解，追求效率最大化。对，那么问题就来了，雅各布对于生命如何运作的逻辑，那种充满了历史偶然性、充满了修补痕迹、充满了非最优但有效的解决方案的逻辑的深刻洞察，是否在暗示我们一些事情？暗示什么？它是不是在暗示通往真正灵活的、有适应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涌现出类似生命特征的智能？无论是生物智能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的道路，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宏伟的追求完美的工程师式设计，而可能是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太理解的、更加曲折的、更加依赖于历史积累和偶然性的类似修补的过程。哇，这个想法很有颠覆性。我们是否因为自己身处在这个被信息、计算和算法这些概念主导的思想囚笼之中，而天然的看不见或者低估了那些对于智能或者生命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却很难被还原为信息处理或者计算过程的要素呢？比如什么？哪些要素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具身体验的重要性、内在的动机和需求驱动、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不完美本身可能蕴含的那种乳包性和创造力。我们是否过于追求逻辑上的完美和效率，而忽略了足够好和能适应本身所包含的深刻智慧呢？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也许真正的智能，或者说通往更高级智能的路径，它的内在逻辑比我们目前用计算和工程所能设想的要混乱得多，也要历史化得多。或许是这样，这正是雅各布留给我们的超越具体科学发现的更深层次的哲学追问。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进行了这次如此深入又充满启发的探讨，收获非常大。不客气，我也聊得很愉快。